山河远阔，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。欢迎收听悠然心语。为爱，白一禾拿着确诊报告的手有些颤抖，他突然感到上腹部又开始剧烈地疼起来，这种疼是持续不断的，一点点吞噬着白一禾残存的意志。你这个病要早点治疗啊，要不然可能连1年的时间都没有了。医生叹了口气，朝白一禾补了一句：“1年呢？”白一禾扯着嘴角无奈地笑了笑。还有1年。白一禾虚弱地起身，脚下一个踉跄，连忙用手撑住了桌子。你没有亲人过来陪陪吗？疼成这个样子怎么回去？见白一禾疼得满头大汗，一旁的医生有些不忍道：“亲人吗？傅一成就是她的丈夫，可傅一成却对她恨入骨髓，怎么可能会来医院陪她呢？”不用了，我自己可以回去。白一禾顿了顿，对着医生道了谢，便扶着墙往外走，看样子竟然是真的要一个人走。拿到药，又害怕被人知道自己的病情，看到医院的便利店还亮着灯，就进去买了一瓶糖果。他将糖果拿出来，把自己的药片装在浅粉色的玻璃瓶里面，这样看起来就不像是药了，反而是甜甜的糖。还没走出医院，口袋里的手机就响了起来。白一禾摸出手机一看，是傅一成打来的。喂，白一禾，青青想吃糖炒栗子，你现在去给他买过来。傅一成的声音冷冷地传过来。现在这么晚了，外面哪里还有糖炒栗子？我明天去买行吗？白一禾感觉鼻头一酸，眼泪马上就要流下来。这个时候他想的竟然不是拒绝，而是明天再去。他想想都觉得自己可悲至极。不行，你现在马上给我买过来。傅一成说完就挂断了电话。白一禾只好抹掉眼泪，赶紧去外面找糖炒栗子。他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，显示在9点10分。他跑遍了医院周围，都没有看见糖炒栗子。冬天的冷风刮得他的脸直生疼。他只好打车又去其他的地方找，足足找了快2个小时，几乎跑遍了全城的小巷子，他这才找到一家快要关门的糖炒栗子小摊。老板，我要一份糖炒栗子。白一禾急忙拦下要收摊的老板。老板将一份糖炒栗子给了他，有点凉了，没关系吧？没事。白一禾接过糖炒栗子，想了想之后，还是将它捂在了怀里。等他回到家，糖炒栗子还维持着刚买时的温度，甚至还有点儿比那时还热。白一禾喘着气将糖炒栗子递给苏青青。苏青青接过来，用纤长的手指捏出一粒，却吃也没吃，就扑在了傅一成的怀里。一成，这栗子冷了，我不想吃。傅一成抱着苏青青，看向白一禾的眼睛就像着了火似的。他将一袋糖炒栗子猛地扔在地上，来人，给我把它关起来。这点小事都做不好，白一禾你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白一禾看向地上，那一袋他刚刚揣在怀里的栗子，现在却像是垃圾一样被人扔在地上，散落一地。他的眼泪积聚在眼睛里，刚蹲下去捡起了一粒，就被人拖了下去。砰一声，佣人们将小仓库的门关了起来。白一禾听见他们在门外上锁的声音。这个小仓库里面暗无天日，只有木门上方有一个小小的窗户，月光模糊地透进来。这里阴暗又湿冷，他裹紧了自己的衣服，
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偏偏在这个时候，他的胃痛又犯了。他立马就去摸自己口袋里的玻璃瓶，但是却怎么也没有找到。难道是他在找糖炒栗子的时候弄丢了？白一禾疼得在地上打滚，他的肚子里就好像是有人在撕扯着，剧烈的翻滚绞痛着。他疼到想将自己的胃割下来。救命啊！白一禾趴在地上，朝着小仓库的木门伸出手。他疼得说不出话来，只能敲着小仓库的木门，一下一下的敲门声在寂静的夜里十分清晰，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过来看看他。敲门声突然戛然而止，白一禾已经完全失去了知觉，在小仓库里疼得晕了过去。早晨的时候，送饭的佣人看见地上昏迷不醒的白一禾，尖叫了一声，立马就去找傅一成了。傅先生，夫人她好像快不行了。佣人的话说的傅一成眉头一皱。什么叫她快不行了？夫人她晕倒在小仓库里，好像是死了。佣人不知道情况，只是把自己看到的说了出来。他怎么叫白一禾都不醒，可不就是跟死人一样吗？傅一成突然蹭的一声站了起来，他脸上的焦急再也掩饰不住，赶紧叫救护车，快！白一禾听见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，一禾，一禾，在梦中。他恍惚间朝那个人走去，那个人牵起了他的手。白一禾抬头一看，是傅一成，他温柔地朝自己笑着，就跟当年一样。白一禾缓缓睁开了眼睛，看到病床前的傅一成，他心中一喜，难道那不是梦？可还没等他开口问，就听见傅一成冷冰冰地开口，既然没死，那就起来跟我走。说着，他一步步朝白一禾走近。被抓住手腕，拖下病床，白一禾还有些茫然。一成，你要带我去哪？青青母亲手术大出血，需要 Rh 阴性血。傅一成，我生病了，我不能去献血。白一禾一愣，连忙摇着头拒绝。可他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傅一成拖出了病房。他的手像支铁钳似的，不容拒绝地拖着白一禾一路走进了献血室。你就是死了，也得给我献这个血。傅一成冷冰冰地丢下一句话，让白一禾彻底没有了半点抵抗。他爱了傅一成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下场。明明她才是傅一成的妻子，却要看着苏青青的脸色过活。现在她得了胃癌，还要给苏青青的母亲献血，就因为苏青青是她傅一成喜欢的女人。一支针头扎进了白一禾的手臂里，将他的血液抽离身体。他因为缺血，浑身冰冷，一张脸变得愈发苍白。可白一禾却觉得自己的心比身体还要冷，冷下了冰窟，冻在里面，只剩下2行热泪流下来，那是他身上唯一的温度。献完血之后，白一禾一站起来，就感觉天旋地转。他扶着墙，连眼前的人都看不清了。不好意思，能帮我叫下医生吗？他撑着自己的身体，求着眼前的陌生人道。可他没想到，这个人并不是陌生人，而是最痛恨他的傅一成。白一禾，你好好看看清楚我是谁。傅一成一把抓住白一禾的手腕，强逼着他看向自己，看清自己。白一禾摇晃间，眼睛慢慢聚焦，看清了眼前暴怒的傅一成。你觉得我是会帮你叫医生的人吗？我恨不得你马上就去死。他在白一禾的眼前说着最凉薄的话，
每一个字都像是刀子，精准地扎在白义和的心脏上。而白义和这个时候竟然还能咧着嘴笑了笑。快了，傅义成，我马上就要死了，你也能得偿所愿了，我们都能解脱。傅义成看着白义和嘴角的笑，心里就是一阵厌恶。他甩开白义和，牵着苏青青的手离开了医院。他不想看到白义和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，多看1秒钟都恶心的想吐。白义和在傅义成走后就晕倒在地上，他本来就身体虚弱，现在还被迫献了这么多血，早就撑不住了。醒来的时候，他发现自己躺在病房里，外头天已经全黑了下来。孤寂在空气中蔓延，正在他正愣间，房门被打开了。你来做什么？见到苏青青，白义和下意识脱口而出道：你给我妈妈输了那么多的血，我来看看你，不是应该的吗？苏青青挑了挑眉，表情确实十分的不屑。不需要，没什么事，请你离开，我要休息了。白义和暗叹了口气，胃痛昏厥，又被迫大量鲜血，此时的他实在是没有精力再去应付苏青青。白义和，到了现在你还是这么自傲。看着白义和淡然的神情，苏青青就忍不住极恨，这个女人好像无论怎么对她，她都这副淡然的表情，让他想狠狠撕裂。白义和低下头，没有理会苏青青的话。当年你害死了义成的父母，还非逼着义成跟你结婚，你做了这么多狠毒的事情，还在这里装什么装？我告诉你，我怀了义成的孩子，他马上就会跟你离婚，给我和孩子一个名分，你就不要再痴心妄想了。你说什么？白义和猛然抬头，苏青青竟然怀了傅义成的孩子，我马上就是傅家的少夫人了。白义和，我是不会容忍你一直待在傅家的，你给我小心点。苏青青的脸色很厉，哪里还有半点平常娇小可人的乖巧模样。苏青青，你想要做什么？苏青青笑得十分狠厉，白义和看着她，却只觉得这个女人实在是可怕。做什么？当然是。说着，苏青青将手里的保温桶打开，朝着白义和冷笑一声，将里面的热汤从容不迫地倒在自己的衣服上。陷害你啊！苏青青笑笑，突然抓住了床上的白义和。白义和愣了一下，没反应过来，就被苏青青拽到了地上。他们2个人一起倒在地上，苏青青在下，而白义和则趴在他身上，看起来就像是白义和将他压在地上一样。你放开我！白义和挣扎着要站起来，苏青青却紧紧拽着他不放手。救命啊！白义和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我还怀着孩子呢！义成，义成，快来救我！苏青青死死拉着白义和，不让他走。而这时正好傅义成听见声音赶了过来。白义和，你在干什么？傅义成怒吼着，他的眼里满是怒火，大步走了过来。白义和吓得一愣，这时苏青青放开了他的手，白义和想也不想，立马站起来退到一边。我没有，这不是我做的。白义和看着傅义成将苏青青扶起来，心中急迫地想要跟他解释清楚，可迎来的却是傅义成狠狠的一巴掌，打得他的脸火辣辣的疼。傅义成还不解气，他抓着白义和的头发，将白义和的头按在了一旁的柜子上。你真是心狠手辣呀！杀了我的父母还不算，现在还要害我的女人跟孩子。说着，傅义成将白义和的头往柜子上撞去。
白一禾的头撞在柜子上，他疼得瘫坐在地上。白一禾伸手摸了摸额头，一手的血迹。我警告你，白一禾，你给我老实安分一点，要不然下次可就不是这么简单了。傅一成冷哼一声，带着苏青青转身走了。白一禾瘫坐在地上，他的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，也许他还没因为癌症死亡，就会被傅一成折磨死吧。白一禾不知道自己在地上躺了多久，他额头上的伤没有处理，血液顺着脸颊流到了脖子上，看着十分的不忍。而更严重的是他的胃疼，经过这一次变得更加剧烈了。白一禾蜷缩在地上，看起来已经不像个正常的人。他疼得满脸苍白，混着暗色结痂的血液，看起来已经去了半条命，只剩下最后一口气还在吊着。而偏偏这时候他发起了高烧。此时他忍不住想，他就这样死了，是不是更好？慢慢的，他整个意识都模糊起来。一会儿觉得自己在小时候每天都跟傅一成笑着同进同出的，一会儿又觉得自己在婚礼上，傅一成看着自己的眼神就像要把他杀了一样。一会儿又到了当初车祸的时候，白一禾坐的车砰一声撞上对面的车，啊，不要撞过去啊！猛地睁开，他看着眼前洁白的墙壁，熟悉的消毒水味，他明白，他又活了下来。醒了呀？医生走过来看白一禾，叹了口气道：“你的情况不容乐观，可不能再这么折腾了，以后你自己小心点，别再受伤了。”见白一禾沉默着不吭声，医生又苦口婆心地劝道：“你这个病要赶紧治才行，真的不能再拖了。”我知道，医生，你让我再想想吧。白一禾摸了摸额头上的纱布，苦笑着摇了摇头。这样的日子，活着也是受折磨吧。白一禾还是遵医嘱去领了药，排队的时候，他又觉得自己很厉害。以前他最害怕的地方就是医院里，现在他竟然也能自己一个人来看癌症。他笑了笑，又突然觉得自己很可悲。打车回到家，一进门就见傅一成一个人坐在沙发上，看着白一禾，一双眼睛深沉的有些可怕。白一禾有些害怕，额头的伤一抽一抽的疼。空气越发的死寂了，白一禾感觉自己的心跳声也越来越清晰。他攥紧了拳头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一成，我有点累了，想上去休息。白一禾，你好像弄错了一件事。说着，傅一成的目光从白一禾身上挪到了他旁边的沙发上。让你留下，不是为了让你好好享受我傅家夫人的待遇。白一禾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旁边的沙发上摆着的是一套女佣制服，随即不可置信地瞪了眼睛。你让我今天约了的几位老总谈事情，你跟我去。傅一成斩钉截铁地回答道：“我不要，我不去，你放开我。”傅一成的命令不容拒绝，白一禾被强行换了衣服，拉上了车。白一禾，你不是觉得自己是傅家的夫人吗？我今天就让你看看，你不过是我傅一成养的一条狗。傅一成在白一禾的耳边说完，嘴角带笑，宛若罗刹。包厢内，哟，傅总今天真是好兴致，居然让这么漂亮的女人来给我倒酒。我一看见这样的美女，就没有心思在工作上了。一个将头发梳得油亮的矮胖男人，用十分违反斜杠锁的眼光盯着白一禾说道：“
白义和听着心里就直犯恶心，但是他斜眼偷看了傅义成一眼，看见他不愉的神色，往后退的脚步就顿时停了下来。他低着头，一言不发地上前给众人倒红酒。白义和默默地倒过一圈酒，就站到一边，偷偷看傅义成的脸色。傅义成看着白义和的样子，却瞳孔微缩。他不过是气急了，让他来服侍一下，谁知道他居然这么殷勤，他这是想做给谁看？难不成还想着勾反斜杠，引一两个人来救他出去？真是不自量力。桌上的人开始聊起来，酒喝过了一杯又一杯，傅义成的脸色却始终不见好转。白义和也不知道自己哪里得罪了他，倒酒倒得越发小心翼翼起来。他看见桌上人的酒杯空了，就趁着聊天的间隙走上前去，给面前的一个投资商倒入了红酒。可谁知道白义和刚刚将手放在桌上，就有一直肥胖短小的男人手伸了过来。白义和震惊地看去，发现正是最开始用为反斜杠所眼光看他的那个矮胖男人。哎呦，你看看这身材，这小手。矮胖男人看见傅义成没说话，就胆子大了起来，直接摸上了白义和的手背。白义和被他摸得毛骨悚然，他想也不想的立马将手抽了出来，还被吓得往后一跳。他下意识地朝傅义成求助地看去，看见白义和受惊小鹿般的眼神，傅义成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。他这样的眼神究竟是给谁看？都这个时候，他还想勾反斜杠引他吗？他以为就是这样一个眼神，自己就会帮他了。真是个不要脸的心机女。白义和看傅义成没有半点要帮他出头的意思，不仅如此，他看着他的脸色还越发难看起来，他心头一阵哽咽，知道了傅义成无论如何都是不会帮他的。他忽然觉得心头一阵悲凉，可他没有办法，只能硬着头皮上前继续给矮胖男人倒酒。白义和刚倒完酒，矮胖男人就装模作样地端了起来，而下一瞬，那杯红酒就泼在了白义和的身前。哎呦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来帮你擦擦吧。矮胖油腻男的手就朝白义和伸了过去。傅义成瞪大了眼睛，下意识想要阻止他，却又觉得自己明明不应该这么做。他硬生生将伸出的手收了回去。不要！白义和一边护着自己，一边用力推开了矮胖男人。哪料他这一下竟然将矮胖男人直接推倒在地上。哎呦，你还给脸不要脸了！男人也来了脾气，站起来给了白义和一巴掌。白义和直接被打懵了，捂着脸怔愣地站在那里。而那矮胖男人看白义和被自己打得愣住了，就张开双手，趁势要去抱他。白义和！傅义成一声怒吼，整个包厢的人全都愣住了，全都转头看向他，就连矮胖男人一时间也忘了动作。你看看你这个样子成何体统，还不快出去！傅义成沉着脸道。白义和鼻头一酸，只得委屈地点点头，退了下去。傅总，这女人就是得好好管教，您要是下不去手，不如我来帮帮您。矮胖男人还不知道自己死期将近，仍不知天高地厚地说着。傅义成的脸色十分难看，他站起身来朝矮胖男人走了过去。所有人就看见傅义成慢慢地端起了桌上的小银壶，然后直接对着矮胖男人的脸淋了下去。滚烫的水浇灌出来，
矮胖男人捂着自己的脸，顿时一连串的惨叫声响起。我的人还轮不到你来说三道四的。你给我听清楚了，白毅和他活着是我的人，就是死也是我傅家的鬼，能折磨他的只有我一个。说完，傅一成就烦躁地挥了挥手，让他们全都滚了出去。一众人等都屁滚尿流地离开了。傅一成看着空荡荡的包厢，心头不由更烦躁了起来。他看着桌上没有喝完的红酒瓶，还有泼洒了的红酒瓶，就想起了方才白毅和被人泼湿衣服的样子，还有他看向自己那求助的眼神。砰一声，傅一成的拳头狠狠地砸在了桌子上。白毅和为什么要那样看他？他还嫌害他害得不够吗？现在对他摆出这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，又是想要做什么？包厢外，白毅和看到客人一个个都走了，他也想走，但他不敢。犹豫着，他小心翼翼地再次打开包厢门，朝里面看去。一成胆怯的眼神，湿漉漉的，被泼湿的衣服若隐若现，洁白柔嫩，那里的触感他清晰地体会过，真是个妖精。傅一成几步就走到了白毅和的身边，他一把将人捞起来，扔在了沙发上。啊，好痛！你要干什么？白毅和吓得往后退去，可是当他的背抵在床头，他才发现自己根本就退无可退。傅一成直接拉开自己的衬衫领带，随手扯开衬衫的扣子，步步向白毅和逼近而来。白毅和在黑暗中泪流满面，心里想的全都是傅一成。一成，我真的没有多少时间了。傅一成醒过来之后，看见身边疲惫的白毅和，才忽然觉得自己做了什么。这个女人撞死了他的父母，可他居然还跟他发生了关系。白毅和侧躺在傅一成的身边，眉头微蹙着，显得疲惫不堪，又毫无戒备。傅一成看着他熟睡的样子，他的手就轻轻地抚上了他的脖子。他只要稍微一用力，白毅和很快就会没命了。白毅和正在睡梦之中，忽然间就感觉到有人掐住了自己的脖子。他慌乱间醒过来，被掐得泪水四溢，怎么也没看清眼前的人究竟是谁。他手脚并用地挣扎着，脑海里只有一个人的名字：傅一成。傅一成，快来救救我！白毅和感觉意识在逐渐飘离自己的身体，窒息感淹没了他。他或许这次是真的要死了，可偏偏骤然间，窒息感如同潮水般退去。白毅和捂着脖子剧烈地咳嗽起来，他感觉到那个掐着自己的人离开了。白毅和擦着眼睛朝门口看去，只看见一个高大的背影。那人走向晨光里面，逐渐消失不见。这天，白毅和是自己一个人回的家，也是从那之后，他很久没有见过傅一成。还是1周后的某一天，他才从几个聊天偷懒的佣人口中听到，傅一成不知什么原因搬到公司去住了。在安静的墓园之内，傅一成站在自己父母的墓前。爸妈，是儿子不孝。傅一成面沉如水，唯独偶尔流露出一丝的哀痛，证明他现在的情绪。他本来应该对白毅和恨之入骨的，他恨不得让他死1000次10000次才好。可是事到临头，傅一成却发现他根本下不了手杀他，他真是没用。屡屡被白毅和欺骗，对他心软，他只要一看见白毅和用那种可怜的眼神看着他，傅一成就完全下不了手。曾经，
他也是深爱着白逸和的，可那一场车祸让他看清了白逸和的本质。他撞死了他的父母。她就是个蛇蝎心肠的女人，只会用一些手段来欺骗自己。傅义成在父母的坟前起誓，他只会变成一个更加心肠坚硬的人，绝不再对白逸和动心。而另一边，苏青青知道了傅义成失踪的那一晚，居然是和白逸和在一起，她气得整个人都要炸了。这个背奸女人，一个不留神就将义成给骗过去了，真是个不要脸的。苏青青一脸倨傲地站在小仓库门口，让人将白逸和拖了起来。逸和呀，义成出差前让我给你找点事做，你说说看，我这也不知道让你做什么才好，要不你就先去将傅家整个上上下下打扫一遍吧。苏青青的眼睛里流露出狠毒的笑意，说罢他就朝佣人抬了抬下巴。不由白逸和拒绝，佣人直接将白逸和抬了出去，丢在1楼的客厅地上，顺便扔了块抹布在他面前。您就好好做事吧，夫人，可别惹了苏小姐不高兴，到时候不好过的可是您自己。佣人们看着苏青青比她这正室夫人受宠多了，自然也知道怎么站队了。这不都是很明显的吗？谁不去巴结着得宠的苏小姐，非巴着个连佣人都不如的白逸和呢？周围的一众下人都站在旁边看戏，时不时地给白逸和擦净的地面再踩上几脚。白逸和跪在地上，一边用力擦着地上的脚印，一边看着众人在他擦净的地方再次踩了上去。他强忍着眼泪和腹部的绞痛，满脸苍白地用力擦拭着，可这块地面却怎么也擦不干净。快点着的呀，夫人，您要是打扫不完这整栋屋子，是不能吃饭的。旁边一个佣人笑着道。哈哈哈，旁边的几个佣人毫不掩饰地笑了起来，人人都在看他的笑话。他低着头看着眼前的那一块地面，恨不得自己能变成那上面的一块斑点，这样他就再也不会心痛，也不用听着这么多人嘲笑的声音。他看着苏青青高坐在那张柔软高贵的沙发上，一边喝着红茶，一边笑着看他被折磨的样子，只觉得自己为什么没有被痛死过去。逸和呀，这里怎么还是这么脏？你怎么就不用心擦呢？来人啊，让他好好反省一下。是。说着就有个佣人走上前来。白逸和有些戒备地看着走上前的佣人，心想着他说不定又要被拖回小仓库了。啪一声，那佣人一巴掌就打在了白逸和的脸上。白逸和捂着红红的脸颊，满脸的难以置信。你凭什么打我？哟，您还真以为自己还是傅家的夫人呢？佣人听完之后不由好笑，对着白逸和反手又是一巴掌。白逸和想要挣扎，却被上来的2个佣人一左一右架住，响亮的巴掌声落在偌大的傅家，一声一声十分的清晰。他顿时眼泪溢满了眼睛，他从来没有被下人打过巴掌。苏青青作为白逸和曾经的闺蜜，十分清楚白逸和这个人，他就是在潦倒都有着富家千金的尊严和矜持。正也是因为白逸和骨子里的傲气，让他不允许自己跟傅义成斤斤计较的解释，不管傅义成怎么折磨他，他都默默地承受着。但是佣人可不一样，傅义成要折磨白逸和，从来都是自己亲自出手，白逸和也就默默忍了。可她好歹也是个正经人家的小姐嫁过来的，
当初这些佣人都是恭恭敬敬叫过她一声夫人的。苏青青怎么能这样？自己就这么唯一的一点尊严，也要被苏青青像丢垃圾一样的丢在地上，然后任人踩来踩去吗？白亦禾的脸很快就红肿了起来，她的眼泪扑簌簌地落下来，她感觉自己就像是被人剥光了一样，所有的窘迫和难堪都毫无遮掩地露在人前。给我拉出去，让他跪着。苏青青轻轻地喝了一口茶道，立马有佣人将白亦禾拖到了院子里，跪在大冬天的冰冷石砖上。白亦禾一个人跪在院子里，他就像是众矢之的，暴露在了所有人的眼光下。他瘦小的背影在寒风中摇摇晃晃，白亦禾足足跪了2个小时，他眼前一黑就晕了过去。找个大夫给他看看，让他好好的，千万别在奕成面前露出什么破绽了。苏青青看着晕倒的白亦禾，皱了皱眉头，吩咐下人道。可没多久，下人就带回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：白亦禾怀孕了。苏青青在屋子里来回踱步，忽然间她停了下来，像是想到了什么。不行，我可千万不能让白亦禾生下奕成的孩子，他的孩子只能从我的肚子里生出来。苏青青立马带着人去将白亦禾从小仓库里拖了出来。就在小仓库的地上，一堆人强按着白亦禾，将打月台药强行灌进了白亦禾的嘴里。他死咬着嘴，却被人一拳打在身上。白亦禾不由痛喊出声，立马就要人将药液灌了进去。白亦禾就感觉那苦涩的药液陆陆续续地灌进了他的嘴里，他被呛得剧烈地咳嗽起来。苏青青，你到底给我喝了什么？白亦禾趴在地上，他的头发被汗水打湿了，结成一绺一绺的，让白亦禾看起来脸色有些苍白的可怕。白亦禾，我倒要看看，你连孩子也生不出来，还怎么跟我争？白亦禾不明所以，怎么扯到孩子上了？苏青青看见白亦禾这副样子，却只觉得一阵厌恶，自然不想和白亦禾解释什么，将他丢回小仓库，又带着人离开了。夜间的时候，白亦禾的肚子突然隐隐作痛，他一开始还以为是胃痛发作了，吃了2粒止疼药。但奇怪的是，疼痛并没有像往常一样被缓解，反而变得越发的剧烈。这种疼痛跟胃癌发作的疼是不一样的，就好像有什么在自己的肚子里被融化了一样。白亦禾忍不住痛叫出了声。难道是因为苏青青给他喝的药？他还说到了孩子，难道说他给他喝的是打月台药？他真的怀上了傅奕成的孩子？这现在该怎么办呢？白亦禾整个人都是慌乱的，他拿起手机想要打给傅奕成，却发现在小仓库里面根本就没有信号。白亦禾好不容易爬到了门边，不停地拍打着木门，希望可以有人过来救救他。砰砰砰！有人吗？救命啊！我的孩子，谁来救救我的孩子？白亦禾一手捂着自己的肚子，一手拍着门。在寂静的夜里，这几声拍门声显得格外清晰，也格外惊悚。但是他拍了10几分钟，都没有一个人过来。白亦禾感觉有什么从自己的身体里流逝了。啊，到了清晨的时候，才终于有人过来查看白亦禾的情况。当来人看见白亦禾的惨状时，整个人都颤抖起来。来人啊，夫人快死了！救护车将白亦禾送去了医院。经过数个小时的抢救，
他才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。但是他睁开眼睛，看见的东西却十分模糊。傅夫人，孩子的事，请您节哀。医生叹了口气。白毅和心里咯噔一声，他强装着镇静，他连胃癌都能扛过来，现在就算是再坏的消息，他觉得自己也可以承受。哪料接着又听见医生说道，还有我们发现你脑部受过重击，里面的淤血并没有完全化开，这次手术大出血，发现您头部淤血移动了，压迫了视觉神经，如果动手术的话会有极大的风险。医生的话说完，白毅和还是怔愣住了。他现在不仅是个快要死的人，还是快瞎了的人。呵呵呵，白毅和忽然笑起来，他想起一切的一切，还不如让他死了的好。老天爷呀，为什么不让他赶紧死呢？他早在当初车祸的时候就应该跟傅义成的父母一起死，这样傅义成就不会怀疑他是故意撞死了傅伯伯、傅伯母，他还可以获得傅义成那么一点点的怀念和怜悯。他不会被折磨到现在又病又瞎，还没了孩子，那可是他跟傅义成的孩子，他曾经多么想跟傅义成白头到老。一想到他们的未来，白毅和的脸都是发着光的。但是那一场车祸让一切都改变了，他成了傅义成的杀父仇人。更不用说后来，白毅和还非逼着傅义成跟他结婚。他只是想用自己的嫁妆彩礼帮助临近破产的傅家东山再起，可傅义成却只觉得白毅和是别有用心，他将白毅和从头到脚都恨透了。白毅和知道傅义成这个人，当他爱一个人的时候，可以爱到极致，连天上的白云都恨不得拿来给白毅和遮阳。但是当他恨一个人的时候，也可以恨到极致，就连他的存在也成了错。傅义成赶到的时候，只看见白毅和怔怔地坐在病床上，他好像一夜之间就瘦了许多，两颊凹陷下去，双眼无神，就连傅义成走近了都没有察觉出来。他这时，傅义成有些犹豫，向着身边的医生问道：“您就是傅先生吧？很抱歉，孩子没保住，您妻子的眼睛也很可能即将看不见了。哎，医生长长叹了口气，您有时间多陪陪他吧。”医生出了病房，傅义成还有些不相信，这个女人的命这么硬，当初车祸只有她一个人完好无损地活了下来，居然就这么几天功夫就失明了。他看着白毅和瘦弱的肩膀，有那么一瞬间自己都未察觉到的怜惜。傅义成突然很想将她抱在怀里。就在这时，苏青青推门进来了。毅和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啊？苏青青哭得十分伤心，她抓着白毅和的衣服，声泪俱下地质问他：你怎么能因为孩子是义成的就不要他呢？孩子是无辜的呀，你要是不喜欢这个孩子，可以将他给我呀。苏青青嚎啕大哭，压根不给白毅和辩解的机会，只一个劲地抓着他哭诉。白毅和无神的眼中划过一抹嘲讽，明明就是他给自己强行灌的药，现在却还在这污蔑他。但他此刻压根不想跟苏青青再争辩什么，只是虚弱地去抓苏青青的手，想让她放开自己。白毅和，一个熟悉的声音让白毅和一怔，就算看不清楚，他也能认出这个声音来。傅义成，他也来了。你真是好样的啊！我的孩子就让你那么厌恶吗？就是死也不要这个孩子吗？傅义成盛怒之下，直接一个巴掌就打在了白毅和的脸上。
白亦河捂着脸，眼泪聚满了眼眶，他垂着头不说话。他还能说什么？在他看来，不过无非又是些欺骗他的话罢了。看着傅一成气冲冲地离开，苏青青也笑着走了。白亦河一个人在医院里住着，傅一成再也没有来看过他。趁着眼睛还没有全瞎，白亦河将律师叫到了医院，交代着自己的遗嘱。他已经没有多少日子好活了，您确定将这些全都转到傅一成先生的名下吗？律师细数了白亦河名下的所有财产，跟他再次确认道：我确定。白亦河点了点头，他本来就是为了傅一成才拿着这些的，现在也不过是将一切都还给傅一成而已。只要他能稍微开心一点，律师，这件事还麻烦你帮我保密，等我真的死了，再把东西给傅一成吧。白亦河想，他都死了，傅一成应该不会再怀疑他别有用心了吧？毕竟他一个死人也谋划不了他什么东西了，不是吗？白亦河自嘲地笑笑，这瞬间却被门外的人偷偷拍了下来。傅总，夫人要将你们的共同产业全都转走。律师刚从医院离开，傅一成的手下将照片递给傅一成看，他气得一拳砸在桌子上。白亦河，你究竟还有多少阴谋诡计等着我？而那手下离开傅一成的书房之后，却在楼梯转角被一只纤长的手拦了下来。那只手夹着一张20万的支票，隐在黑暗处的人缓缓笑道：做得不错，跟着我以后不会让你吃亏的。这声音十分熟悉，不是苏青青又是谁？白亦河的眼睛彻底瞎了，他身体好了一些之后就回了家。他还不适应盲杖，走路有些磕磕绊绊的。傅一成却连一会儿都不让他休息，直接拽着他上了车。白亦河在一片黑暗中被人抓上了车，他甚至不用听声音就知道，对他这么粗暴的人一定是傅一成。他现在连询问都不想问，他是真的有点累了，没有力气再去计较什么了。黑色的轿车一路绝尘，来到了傅家的墓园里。傅一成又拽着白亦河下了车，把他一路拽到自己父母的墓碑前，将他一把推在地上。白亦河，你好好看看，这就是被你撞死的我父母。你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吗？他们是在被你们白家狙击欺骗了之后，到处找人集资的时候被你撞死了。是你白家让我傅家一落千丈，是你白亦河撞死了我的父母。傅一成在白亦河的耳边怒吼着，他虽然看不见，但是脑海里的记忆却清晰无比。3年前，白亦河就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车撞上对面来的那辆轿车，当时他甚至都不知道那就是傅伯伯和傅伯母坐的车。一阵巨大的撞击声，傅伯伯和傅伯母的车被撞出了车道，往旁边翻滚了2圈，然后就爆炸了。而他的车也旋转了好几周，他直接晕了过去。醒过来的时候，他在医院里。有人告诉他，除了他车上的所有人都死了。他们都来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，军察来问他，记者来问他，傅一成也来问他，他对所有人的回答都是一样的：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没有人在意他也差点死了。他们都只纠结，为什么只有他活着？白亦河扯了扯嘴角，他有点想笑，但是腹部突如其来的疼痛让他皱了皱眉，再也笑不出来。他不想被傅一成看出来自己的异样，他低垂着头，一手无声地死按在腹部上。
白一和，你就那么想离开我吗？啊！傅一成抓住白一和的头发，强迫他抬起头来看着自己，可他的眼神里毫无光彩，他早就看不见了。傅一成嘴里啧了一声，他将白一和一推，他就扑倒在了泥地里。我告诉你，白一和，你不要妄想逃跑，还叫了律师来，你真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你要是想跑，就别怪我对你的父母动手了。天空开始下起了雨，雨水落在身上，彻骨的冷。白一和趴在泥水里，被泥水湿了一身，看起来有些瑟瑟发抖，可是他就是一句话都不说。白一和心想，他就是这场雨下过了之后，就要跟傅一成说再见了。以后他们之间的恩怨情仇全都会随着白一和的死亡而埋葬。傅一成的手机忽然响起来，喂，青青。一成，怎么办？我妈她病危了。你别急，我马上就过来。说着，傅一成就转身走了。他走了几步，顿了顿，给我把他拉起来，带走。白一和被人从泥水中拉了起来。傅一成带着浑身是泥的白一和赶到了医院，苏青青立马泪眼婆娑地扑了上来。一成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医生说只要移植肾脏就可以救我妈妈，但是我的配型根本不适合她。苏青青哭得梨花带雨，所有人看着都十分怜惜这个充满孝心的女孩子。只有白一和冷冷地站在一边，不仅沉默着没有半句话，就连表情都没有任何变化。没关系，我们赶紧去找，一定可以找到的。傅一成有些心烦意乱，他揽着苏青青的肩膀安抚着，眼神却总是看向一边的白一和。其实有一个人的配型跟我妈妈是合适的。苏青青抬起头看向白一和，眼神里的话不言而喻。其实我真的不想为难一和的，但是我妈妈真的熬不住了。一和，你就救我妈妈吧。任由苏青青怎么哭喊，白一和就是没有任何反应，从头到尾他都抿着唇，一句话也不说。我求求你了。说着，苏青青就朝着白一和扑通一声跪了下来，求求你了，一和，你就发发慈悲，救救我妈妈吧。哎呦，这姑娘真可怜。有人看着苏青青叹气道。人群中迅速开始议论起来，所有人都在同情苏青青，并且赞扬她是个孝女，可看向白一和的眼神却意味深长。虽然白一和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，但他却觉得很可笑。如果随便什么人跪下就能将肾脏给他，那其他人为什么不愿意呢？白一和，你就不能做做好事吗？这里只有你的配型是符合的。傅一成的声音冷冷响起。白一和心想，哦，我忘了，还有一个深爱着苏青青的傅一成。别说是看着苏青青下跪了，只要他一哭，傅一成就巴不得白一和将命都给他苏青青吧。哈哈哈哈哈，好诗。白一和忽然笑了起来，他这一笑惨绝得很，加上他这一身泥水的样子，看起来就像是从泥土里爬出来的人。可是从泥土里爬出来的是什么？都不是人啊！傅一成心里猛烈地颤了一下，他从来没有看见白一和这样笑过。白一和，你坏事做尽，现在好不容易有一个赎罪的机会，你还是乖乖合作吧。傅一成努力让的心沉下来，看着白一和缓缓道，要是白一和能因此救人的话，他也会愿意相信白一和是有心忏悔的。好，我同意做手术了。白一和朝傅一成的方向笑笑，
看得傅义成的心头一跳。下一秒，他就听见白义和低声说了一句：“傅义成，你要的我全都已经还给你了，以后就再也不要来找我了，让我安安静静地度过最后的日子吧。”白义和闭了闭眼睛，朝手术室走去。在醒来的时候，白义和知道自己只剩下一个肾了。白小姐呀，你让我怎么说你好呢？一直给白义和看胃癌的医生走了进来。你这个样子最多也就3个月了，以后有什么好吃的就吃，别苦着自己，知道了医生？我以后再也不会苦着自己了。白义和朝医生的方向笑了笑。医生走后没多久，傅义成来了。他看见了病床上的白义和，他还是如同往常一样，气质温雅娴静。即便是失去了一个肾，他的表情依旧是那不紧不慢、不咸不淡的样子，只是这张脸显得过于瘦削，于是平白多了些许清冷。可傅义成看到白义和越冷静，他的心里就越不平静，他总觉得一定有什么被遗漏，而是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。白义和，以后你就好好待在傅家吧。说着，傅义成又补了句：“你救了青青的妈妈，我怎么也会给你一口饭吃。”白义和听见傅义成的话，没有开口，而是转头看向窗外。傅义成顿时有些不悦，他刚想发作，就被闯进来苏青青打断了。义成，妈妈现在已经好很多了，真是多亏了你。苏青青只感谢傅义成，就像是完全忘记了白义和一样。他难不成忘记了那个肾是从白义和身上出来的吗？傅义成皱了皱眉，也觉得苏青青的话说得不妥。谁知苏青青接下来却道：“我还有个好消息告诉你，我怀孕了，是你的孩子，你开心吗？”傅义成一愣，他看了一眼病床上的白义和，看见他脸上的表情冷冷的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傅义成心头的欢喜就淡了好几分。义成，你是来接姐姐出院的吧？我来吧，我还有些药没有拿，你去帮我拿药好吗？苏青青看着傅义成，一番话说得滴水不漏，傅义成就点了点头，转身出去。可他还没有走完这条走廊，就听见身后传来吵闹的声音。傅义成回头看去，就见白义和苏青青两人在楼梯口争执着。白义和是被苏青青强行拽到了楼梯口的，他看不见，也不知道自己走到了楼梯口，只是停下后就听见苏青青开始大声呼救。他着实不明白，为什么苏青青却想到自己流反斜杠掉的这个孩子，还是为了陷害他？可这值得吗？为了他一个将死之人，搭上一个新鲜的生命。白义和的眼睛不由湿润起来。孩子啊，他不由得想起自己的孩子。你路上别害怕，妈妈马上就要来陪你了。眼见着傅义成满脸焦急地走了过来，苏青青立马跟白义和换了个面，让自己的身后对着楼梯下方，看起来就像是白义和要推他下去一样。青青，傅义成只对两人一步之遥，他伸出手去够苏青青。几乎是同一时刻，苏青青的眼里闪过一丝狠毒，他迅速一转身，就将白义和放到了傅义成的手下。傅义成的手给了白义和最后一点推力，他将白义和推了下去。那瞬间，傅义成看见了白义和脸上的表情，居然还带着些许解脱的笑意。白义和，不！傅义成大喊着。白义和从长长的楼梯上一路摔了下去，最后浑身是血地倒在了地上。
地上大片的鲜红，像是从地狱里开出来的花。周围的人开始尖叫：“啊，死人啦！”傅一成看着楼梯下方浑身是血的白一禾，他突然间感觉到心痛无比。医生，医生，快过来！绝对不能让他死！要是白一禾死了，我要这整个医院的人都陪葬！傅一成红着眼睛，双手抱着白一禾大吼道：“他看起来就像是一只被围攻的困兽，在自己也不知道的困境中挣扎。白一禾，你不准死！你要是死了，我也不会让你好过的。我会想办法折磨你的父母，让他们都生不如死。”傅一成抱着白一禾，他的身上同样全都是血，只不过那些都是白一禾身上的血而已。这是他从来没有感觉过的害怕，他绝对不能让白一禾死。听见傅一成的话，白一禾的手指动了动。傅一成看到之后，先是一愣，然后就听见他接着道：“白一禾，你要是死了，我就让白家的产业全都破产。我要让所有跟你有关系的人都享受一下你受过的痛，告诉他们这都是因为你。”不，白一禾皱着眉头，从牙缝里挤出了一句话。医生和护士都赶了过来，立马将白一禾推进手术室，开始进行手术。手术进行了多久，傅一成就在门口等了多久。他身上进了血的衣服还来不及换，眼睛里满是红血丝。他站在手术室门口，浑身的气势都十分凌厉，周围的人甚至不敢近身。一成，我们先回去吧。苏青青想劝劝他。滚！傅一成的声音不大，却吓得苏青青不敢再说话。傅一成看着苏青青的眼睛里都是困兽的杀意。要是白一禾真的死了，苏青青毫不怀疑傅一成会真的让整个医院都陪葬。手术进行了一整天，医生才从手术室里走出来。傅一成急忙走上前看向他，医生摘下口罩道：“病人全身多处骨折，右腿也摔断了，暂时是救回来了，之后的情况还需要观察。”傅一成听完，突然感到双腿无力，他腿一软就靠在了墙上。他的背顶着墙，头低下来，几缕头发垂落下来。傅一成一手将头发往后捋，但随即一滴泪毫无征兆地从他眼里流了下来。这滴泪啪嗒一声打落在地，这声响除了傅一成，没有任何人听到。他是为了白一禾哭吗？傅一成一拳捶在墙上，他不该为白一禾哭的，他只是因为高兴，因为他要一直折磨白一禾，不能让他就这么简单死了。没错，他就是因为要折磨白一禾才哭的。傅一成不去追究真正的原因，只有这样，他才能活下去。之后的日子，傅一成他吩咐医院对白一禾用最好的治疗、最好的药，自己却从来不去看他。他不知道该要怎么面对白一禾，爱他还是恨他？傅一成不知道，但是医院却来了一个白一禾很久不见的朋友。一禾，你好些了吗？我听说你重伤，就立即从国外赶回来了。白一禾听出这个声音是秦彻的。秦彻，好久不见了。对不起，我现在看不见，你自己找地方坐好吗？白一禾朝向秦彻所在的方向笑着。秦彻这才发现他看不见，他不由十分生气，怎么会这样？傅一成呢？你都伤成这样了，他在哪里？秦彻跟白一禾和傅一成都是以前的同学，
那时候开始，他就一直喜欢着白逸和，但是他知道白逸和和傅义成两人互有爱意，他就去了国外，退出了这场争夺。当他听到白逸和重伤的时候，心头就是一震，傅义成怎么可以让白逸和受伤呢？逸和，你是不是受委屈了？我去找傅义成理论。不是的，秦彻。白逸和一谈到傅义成就低下了头，不想再多说。秦彻还想追问他几句，忽然白逸和的手机响了起来，他摸着手机接通了。喂，白逸和静静地听着对面人的话，忽然间脸色变得刷白。你说什么？我爸妈出事了。挂完电话，白逸和就要下床，秦彻急忙去扶他，这才发现白逸和的脸上已经满是泪水。他们说我爸妈在意大利出事了，让我去认领尸体。秦彻立马陪着白逸和办了出院手续，回家拿护照。傅家里只有苏青青在，他缓缓走下楼来。白逸和，你都已经被义成抛弃了，还回来干什么？难不成你自己的孩子掉了，现在又来打我孩子的主意？苏青青说的话刻薄又难听，就连秦彻听见都皱了皱眉头。白逸和无心跟苏青青争辩什么，我只是想来拿护照。苏青青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跟你争任何东西。你要是真的对付家没有任何心思的话，那你就把这份离婚协议签了吧。苏青青将一份文件扔在了桌上，双手环胸，十分倨傲地看着白逸和。白逸和心想，是傅义成的意思吗？也是，他应该早就厌烦自己了。白逸和还觉得这份离婚协议来得太慢了呢。白逸和拿着笔，摸着离婚协议的位置，将自己的名字签了上去。现在我可以去拿护照了吧？白逸和放了笔，朝苏青青道。苏青青拿着那份离婚协议十分欢喜，压根就不在乎白逸和要干什么。白逸和自己上了楼，将护照拿了下来。这时正碰上傅义成回来，他看见白逸和跟秦彻一起过来，就不由眉头一皱。秦彻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会跟白逸和在一起？傅义成看见白逸和抓着秦彻的衣袖，顿时觉得自己的太阳穴一突一突的。义成，苏青青将离婚协议捧给他看，逸和是回来签离婚协议的，你也赶紧签了吧，这样苏青青就能跟傅义成结婚了，他离真正的好日子可就不远了。离婚？傅义成难以置信地看向白逸和，白逸和，你居然想跟我离婚？傅义成步步逼近白逸和，他害怕地躲在秦彻的身后。傅义成压根就没把秦彻放在眼里，他一把抓住白逸和的手臂，将他拽出来。傅义成看向白逸和的眼神似乎要将他吃掉似的，就见傅义成在白逸和的耳边一字一顿道：白逸和，我是不会跟你离婚的，你就是死，也是我傅义成的鬼。说完，傅义成就将苏青青手上的协议狠狠地拽下来。白逸和就听见一阵纸张被撕开的声音，傅义成将他刚刚签下的离婚协议撕成了碎片。秦彻，这里是我家，现在我就请你离开。傅义成毫不留情地让秦彻走人。傅义成，你是不是有问题？白逸和想做什么都是他的事，你为什么要干涉他？秦彻气到不行，对着傅义成大声道：我看你还没弄清楚，这里是我家，白逸和是我的女人。说完，傅义成就让保镖将秦彻赶了出去。傅义成强行将白逸和留在了家里。
可白义和的父母还在意大利呢。白义和是要去认领尸体的呀。白义和急得想哭，他想起一直爱护着他的父母，他除了一通认领尸体的电话，什么消息都没有收到。晚上的时候，白义和趁傅义成不注意就跑了出去，还没跑出大门就被保镖拦了下来。夫人，您是跑不出去的，还是回去好好休息吧。几个保镖守在大门口，不远处还有更多的黑衣保镖。白义和就急得落泪，求求你们了，让我出去吧。他无力地坐在地上，为什么傅义成可以把事情做得这么绝？他不过是想去见自己父母最后一面而已。傅义成早就听见了白义和的动静，现在看见他在众人面前露出这种软弱的样子，傅义成就气不打一处来。白义和，你还在这里装？傅义成将白义和拖回了房，直接一根锁链将他锁在了床头。我倒要看看你还怎么跑。白义和摸着脖子上的东西，知道那是一条冰冷的铁链，就像他现在的心一样。他明明都已经什么都不要了，为什么傅义成还是不愿意放过他？要说一命换一命，他之前被傅义成推下楼，差点就死了，是不是也算还了他的命？傅义成，求求你，放过我吧，我是真的很累了，就连白义和自己都不知道他的病还能撑多久。他只是想在死之前帮父母把后事料理完了，总不能让他们去世了都没有人送终吧。白义和的眼泪就扑簌簌落下来。白义和，你还敢哭？傅义成看得心烦意乱的，他捏着白义和的下巴，强迫他抬头。你不要以为在这里装可怜，我就会心软。傅义成看着白义和无神的眼神，突然就顿了顿。他有些掩饰地将白义和的脸甩开，转过头不去看他苍白疲弱的脸。傅义成，你到底要我怎么样？白义和有气无力道。你不就是想跟着秦彻走吗？去找你的父母，然后你们双宿双栖。白义和，我告诉你，我绝对不会放你跟秦彻走的。傅义成知道秦彻一直喜欢白义和，他们三人从小一起长大，只是后来秦彻去了国外。现在秦彻一回来，白义和就要跟他离婚，这不是想跟秦彻走，还是因为什么？我的确是要去找我的父母，但是他们都已经死了。白义和的眼泪再次夺眶而出，我是去认领他们的尸体。傅义成，算我求你了，你让我走吧。傅义成听见白义和的话，突然愣住了。他的父母死了。傅义成的第一反应是他在撒谎，但是他却还是让手下人打了个电话去意大利的大使馆。傅总，夫人的父母在1周前就因为事故死亡了。得到了手下的确认，傅义成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，他居然错怪了白义和。傅义成看着白义和坐在冰凉的地面上，忽然就觉得有些不爽，他将白义和拽起来扔在了床上。我去让人订机票。傅义成刚说完，他的手下人就接着说道：傅总，现在天气不好，最快的航班也要等到3天后了。白义和顿时就泄了气，可是3天后遗体保管时间就到了，那会怎么样？傅义成问手下人。他们会送去火化，将骨灰留给家属带回。傅义成看着白义和的样子，就鬼使神差问了一句：这个天气，私人飞机能飞吗？手下人愣了一下，随即立马去联系安排了。
打了好几通电话，才恭恭敬敬回复傅义成，已经联系好了，马上就能飞。傅义成解了白毅和脖子上的锁链，却总觉得不放心，直接一把手铐将白毅和跟自己锁在了一起。你就算去了国外，也别想从我身边逃跑。傅义成冷着脸，可是白毅和也看不见。他现在只要手腕上传来些许动静，就知道要往那边走。白毅和被傅义成带上了私人飞机，他一心想着远在意大利的父母，完全没注意傅义成皱着眉头帮他固定了座位上的安全带。傅义成心想，他不过是在同情跟自己一样丧失父母的白毅和，这也是白毅和恶有恶报，现在他们两个人都是无父无母的人了。傅义成想着，就看了白毅和一眼，他明明一双眼睛看着自己，里面却没有一点感情。白毅和被傅义成带到了意大利，看到了白父白母的尸体。他站在这两具冷冰冰尸体的面前，手摸上了白色的遮盖布，眼中的泪就落了下来。傅义成在一边用流利的英文跟工作人员交流，他们说这是一场不幸的事故，经过调查，是对方司机酗酒开车导致的。傅总，一个看起来年近50的男人走到了傅义成的身边，傅义成认出来这是跟了白父几十年的老手下。傅义成就皱了皱眉头，你好，有什么事？其实当年那件事，我家老爷是很抱歉的，当时我们遭人算计，并不知道狙击了白家，而且我们的资金也出了问题，这才没有帮助当时的傅家集团。傅义成一愣，他看向这个头发半白的老人，你说的是真的？千真万确，老爷觉得对不起你们，这才在小姐的请求下同意将她嫁给你。老爷知道小姐是想用集团的资金做嫁妆来帮助你，你说什么？傅义成回头看向白毅和，他正站在父母的尸体边，看起来悲痛无比，完全没有注意到傅义成这边的动静。这么说来，当初他逼着自己结婚，并不是别有用心，而是为了帮他。傅总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想在老爷不在了，小姐的事就拜托你了。老人抹了抹眼睛，跟傅义成鞠了一躬。傅义成看着这个在自己面前低头的老人，皱着眉头沉思着。忽然间，身后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。傅义成转头看去，只见白毅和满脸苍白地捂着肚子。怎么了？傅义成急忙走上去，扶住了摇摇欲坠的白毅和。白毅和疼得小脸都皱在了一起，额头渗出了细细的汗来，他张着嘴，却只挤出几个字：好疼。突然，白毅和推开了傅义成，趴在一边开始猛咳起来。傅义成刚伸出手帕，白毅和就吐出了一口鲜血。傅义成看见手帕上鲜红的血液，瞪大了眼睛，他急忙抱起白毅和就去了医院。这位小姐已经是癌症晚期，有这种情况是正常的，要让病人好好休养，不要再到处奔波了。癌症？傅义成摇着头笑了，这不可能，白毅和那么命硬的一个人，他会癌症？医生将检查报告拿出来，上面写得清清楚楚，就是胃癌。由不得傅义成不相信。傅义成失神地坐在了椅子上，怎么会这样？他怎么会突然就得癌症了？而且还是晚期，为什么白毅和什么都不告诉他？傅义成一拍椅子扶手，顿时变得暴怒起来。他在医生办公室里走来走去，最后失了所有的力气，一手扶在了墙上。
在傅一成的脸上，头一次出现了颓然的神情。白一禾怎么突然就要死了呢？他为什么总是要这样来吓自己？这是对他的报复吗？在怪他没有弄清事情原委，就责怪白一禾。